专家认定三星堆文化末期发生了重大的变故。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飘飘哥。近期三星堆的发现，使得三星堆再一次冲上了热搜，爆火。一根直径10米左右的大青铜柱子，青铜柱子之上还有很多细小的，但是粗细不一的铜棍，整个的铜柱子形状就犹如一棵从石头中长出来的大树，枝桠繁茂，且直贯苍穹。玄幻小说作家南派三叔笔下的《盗墓笔记之秦岭神树》就有这样的描绘，而这恰恰就是刚刚挖出的三星堆中的青铜古树。很多网友们对此脑洞大开，说是南派三叔一定是曾经亲临古墓，而且连现实中的三星堆的位置都和小说中的吻合。无论南派三叔如何解释，都无济于事。残酷的现实告诉三叔，热搜榜你上定了。虽然现身辟谣只是欲盖弥彰，笃定的网友宁可相信其有而不相信其无。三叔曾经亲身踏进过风尘的古墓，一时间风声鹤唳，谣言四起。对此小伙伴们怎么看的呢？请在下方评论。说到三星堆，可能有的小伙伴们对其并不十分的清楚，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三星堆。时间推回到1929年，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始于当地的农民晏道成在淘沟的时候，偶然的发现了一坑玉石器，偷着想贩卖吧。就在他要出手贩卖的时候，1931年春天，广汉县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笃一听到了这个消息，立即找到了当地的驻军，帮忙宣传保护和调查，还将收集到的玉器交给了美国人他的当时的代办处，而代办处又将玉石器交给了华西大学博物馆进行保管。后又根据董笃一提供的线索，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和助理林明军等于1934年春天组织了考古队进行当地挖掘考察，他们的发掘收获丰厚。可是让人感到遗憾的是，三星堆遗址在1934年被发掘之后，其挖掘工作一度因为军阀而搁置。这种搁置其实也有好处，就是起到了保护的作用。而在近年诸多出土的金、铜、玉、石、陶、贝、骨等珍贵文物中，尤其是三星堆的青铜器造型让大家感到不可思议。三星堆和中原同期的殷墟遗址出土的有很大的区别，虽然说它很可能属于古蜀国文明，但是造型上和玛雅文明、古埃及文明极为相似，并且在我们华夏的历史长河当中并没有发现任何与此文明有关的记载，仿佛压根儿就不存在一样。这也是为什么称其为消失的历史文明的原因。而后根据出土文物研究发现，三星堆文明距今至少有5000年的历史，是迄今为止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的遗址，被誉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显示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甚至可以被称作是长江文明之源。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文明，像孩子一样跟我们开起了玩笑。先是让人们发现，当你兴致勃勃想要撸胳膊挽袖子大干一场的时候，啪，消失了，给人类留下了无数的猜想和悬念。而就在人类即将放弃的时候，玩笑又来了。就在今年的3月20日，无数的媒体争相报道三星堆遗址连开6个盲盒，我们就带着大家直击第一现场，看一看时隔多年这个文明又扯了什么幺蛾子。
20日当天，在三星堆遗址5号坑中发现了一副半截的纯金面具。本来在金沙遗址博物馆中所保存的商周大金面具，是如今国内发现的同一时期最大的黄金面具。而此次三星堆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这件体量更大的黄金面具。虽然是残件，但也足够让人惊喜。根据这半个面具的猜测，整个的面具重量至少是1斤重，没有错，也就是500克。有钱人的世界我们真的看不懂，做面具的金子竟然用金称，纯的土豪。这件黄金面具所发现的半张面具的宽度是23厘米，高度28厘米，并且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用现代的语言来讲，面具极具人性化。这副面具竟然有耳洞，并且随后又在1号坑和2号坑连续出土的几个残破的黄金面罩当中，都发现了有耳洞。专家们就感到非常奇怪，难道说这个文明就是传说中的女儿国吗？还有一点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面罩的大小，专家根据残骸复原，现在此面罩比商周遗址所出现的面罩宽了2厘米，而商周的面罩又比我们现在如今的又大了一些。大家知道商周比三星堆的文明至少晚了1500年到3500年之间，从三星堆到商周，从商周到现在，人类的头骨难道在逐步的缩小吗？这是否也意味着大脑的容量也在逐渐的缩小呢？还记得之前看到过的一张照片，未来的人类是长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到人类的脑容量只有那么一点点，驼背，手脚长。为什么会长这样呢？这要归结于 AI 的发展，不是我们发展了 AI， 而是 AI 改变了人类。以后我们单开一局讲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青铜器。大口尊、青铜雷、顶尊跪坐人头像、青铜面具等等，在3号的祭祀坑当中发现了数十件造型奇特精美、保存相对完整的青铜器，这无疑又是一座青铜器的宝库。把如此多的国之重器掩埋入坑，可以说是古蜀国的富庶和强大的超越想象。这是本次考古发掘队的队长雷雨的感叹。他随后直言，3号坑目前发现的青铜器，无论从种类、造型，都比中原青铜器更加的丰富，尤其是它们奇特的造型，在艺术层次上达到了极高的水准。而这尊尚未完全出土的顶尊跪坐人头像，以后极可能是未来的国宝级文物。大家来看一下。这件文物的尊是正常的大小，在肩部四周装饰了4条飞龙，它们从尊的口部游动而下，栩栩如生。再往下便可见铜人双手做拱手状，头部和尊的底座连接在了一起。雷雨讲，这件文物完全表现了古蜀人把中原地区青铜文化为我所用，进行天马行空的改造风格。古蜀人的浪漫和艺术的创造力由此可见一斑。而我们的说法是，这是来自于天狼星的杰作，一部科幻传奇小说就此打开。2000多年前，成都平原发达的丝绸织造业为北方的丝绸之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货源，令四川成为了北方、南方以及海上3条丝绸之路的重要的交汇点。那么四川丝绸的制造的历史究竟可以上溯到何时呢？《山海经》中说，来自西陵的皇帝郑妃雷祖是养蚕缫丝的始祖，而他的故里相传是四川的盐亭。而此次三星堆祭祀区新一轮考古所发现的成果，为在祭祀坑里发现了多种丝绸的残留物，并且在样图检测中发现了蚕丝蛋白。这也正是事实证明了5000多年以前，三星堆的王国就已经开始使用丝绸了。Oh my god， 嗷嗷狠！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更狠的象牙制品。
古象牙色泽华贵，自古就深受人们的喜爱。它常作为特殊的装饰和艺术雕刻材料，在古时还成为地位和财富的象征。但是象牙为什么如此的珍贵呢？其一是象的身体庞大，在古时以冷兵器难以猎杀；其二便是地理位置受限。在《韩非子·谢老》一书当中记载，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图以享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异享者，皆谓之象也。意思是说，战国时期北方人很难见到大象，只能够看到大象死去的骨骸，因此而想象它到底有多大，长相是什么。有学者认为，这就是最初的想象一词的由来。古象牙能为巴蜀乃至中国古地理、古气候、古生物环境以及矿物学、材料学、地质学、地球化学等等研究提供极其重要的信息，珍贵程度可见一斑。而此次的发掘却带来了超乎任何人想象的结果。在3号坑中发掘的一个长达 5.8 米、宽 2.5 米的长方形的祭祀区内，发现了深褐色的泥土。在褐色的泥土当中，集中的就发现了100多根象牙。随后又在不远处的4号坑中发现了30多根象牙，平均长度都在 1.2 米左右。在4号坑的象牙整体呈炭灰色，有被焚烧过的现象，又被大量的竹木炭屑灰烬覆盖。此次发掘的3号坑和4号坑的象牙较为集中，考古人员初步判定是三星堆文化末期距今年有3000多年前的遗物。至于所属的大象种属，最终还是要在鉴定之后才能够完全确定。由此也可以看到当初三星堆文明的富裕和庞大。与此同时，专家也发现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几乎所有的文物都被砸毁焚烧过，随后也有规律地埋藏于地下。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现在我们看到的三星堆城市格局最终形成于三星堆文化晚期，但是不久这个城市就被彻底的废弃。当专家看到出土文物均有毁坏的痕迹，再结合着众多的迹象，专家认定三星堆文化末期发生了重大的变故，因此产生了几种三星堆王国消亡的原因的假说。第一，祭祀。现今也有流传岁岁平安的说法，有的族裔在有亲人去世的时候，也会摔毁一些东西来驱除邪秽。如果这样的话，是否是三星堆的人民在此地发生过大的传染病或者瘟疫呢？人们先是不知道正常的祭祀恭送亡灵，可逐渐去世的人越来越多，不得已放弃了刚建立的城市呢？第二个假说，洪水肆虐导致毁城。第三个假说，攻城导致毁城。敌对国家攻下了三星堆这个都城，烧毁了它的宫殿神庙，把里面好的东西砸毁，给埋藏起来。但是如果是这样，坑位为何摆放的如此的整齐呢？第四个假说，内部冲突。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发型大致分为编发和髻发两大类型。编发好理解，就是编辫子式的头发；髻发就是用簪子或者是金钗银钗插入头发里的那种，多为女士用，如著名的金陵12钗就是有此的渊源。由于这两种头发，有学者认为三星堆古城至少存在着两个族裔。大力人像为髻发，意味着该族群代表着神权阶层，而编发者掌握着世俗王权。在另外的金沙遗址所出土的小力人像，造型风格和三星堆青铜力人像几乎是完全一样，然而他的发饰却是编发，头上顶着太阳光环，腰里插着权杖。这表明编发一族向南迁徙到金沙之后，同时掌握了神权和王权，而三星堆则可能毁于两个族群的内部冲突。从黄金面具、象牙、丝绸到神树雕刻等等，
无不存在着巨大的疑团和给后人带来了无比的想象空间。这些汉世奇宝和玛雅文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古埃及甚至古印度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一个远古跨国际集团的大买卖。我们将在本系列中更狠的脑洞分享，欢迎订阅跟踪收看。独在异乡为一课，每逢孤独看飘哥，咱们下期再见。